哎，真没想到啊，这太皇太后竟不顾念忠王一脉是自己的母家，将忠王府连根拔起了。太皇太后厉害呀，3句话，便定了乾坤。啊？什么意思？李彦和太子所犯的罪行，若是判得重些，抄灭9族都是应当的。太皇太后所言，看似重罚，实则不过是夺了忠王一脉官禄而已，没有一人丢了性命。这就好比是自家的小儿在外面打了人，别人找上门来理论，此时你若是上去打上2个巴掌，痛骂一顿，别人还好意思再上去踹2脚吗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哎，二哥，你这是话里话外编排我呢？还是坤儿看得透。哎，我只是想不明白，陛下宁可放过忠王，却不肯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留条活路。爹呀，您怎么还心疼起李成业来了？他要是死了，那不是大快人心？父亲这是感叹，皇上的心狠呐。皇上驾到！祖母，你们都退下吧。陛下，你怎么回来？朕听闻，您今天回来之后就病了，所以过来看看。祖母啊，您千万别动气伤神，这样的话会坏了身子的。伤神，陛下。你应该知道，老身为何如此伤心呢？他们都是至亲的骨肉啊，为何如此的绝情啊？祖母，成业他走出第1步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。若朕不严惩他，以儆效尤，那以后皇子们就会学他，一有什么事儿就会造反弑父，那朕的江山还会太平吗？老身何尝不知道各朝各代的争斗是残酷的，但是你为什么认为弱肉强食才能够承当大业？于是你就放任这几位皇子之间明争暗斗啊！这不是你做的吗？啊，他们都是孩子，他们都是我们的孩子啊！成业之所以走到这一步，陛下，你想过吗？这都是你惯出来的，是你教出来的。朕没有错，错的不是朕的方法，而是他的偏执之心。祖母，当一国之君，他必须行事端正，心怀天下。可是成业，他偏离得太远了。陛下，成业固然偏执，但是陛下封了他为太子，权力也是陛下您给的啊。您若是不想悲剧重演，你为什么还要执意胜者为大的法则呢？
你应该当立一个性情温和的太子才是啊，不是吗？祖母，你也累了，好好休息。后宫和前朝终归是两个地方。李承业大势已去了，殿下还在忧虑些什么呢？猫腻，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猫腻。柴先生，其实我真的没想过要逼二哥造反，更没想过他会为此丢了性命。其实太子之位，在我去西周之前，真的没有那么重要，但却让很多人为此流了血。我不知道我做这些是否真的有意义。李承业性格偏执，造反是他自己决定的，与你无关。那小风呢？他被卷入我们兄弟的斗争之中，还差点丢了性命。柴先生，我如何能做到不惊不愧？那殿下以为，事情何以会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呢？如果殿下当初可以当机立断，就不应该和九公主一同查案，更不应该在那日称相之后还替九公主说话，以至于给她招来了杀身之祸。这一切都是因为殿下的心。你的心太软，给了李承业发现你弱点的机会。殿下，从今往后，你将要遇到的敌人，都要比李承业强100倍、1000倍。如果你不能保持冷静的话，你失去的将远远不只是一个哥哥。如果殿下想要把伤害降低到最小，就必须要学着做一个心狠之人。只有你的心固若磐石，才会刀枪不入，才能够去保护那些你想要保护的人。公主，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点心，吃点东西吧。哎呀，我吃不下。宫里出了这么大的事，婢子知道公主忧心，但您这一天都没吃什么东西，总不能愁坏了身子呀。永娘，你说我能不后怕吗？这宫里原来平平静静的，突然就有了兵变，突然太子就被赐死了。我才知道我要嫁的人原来这么可怕。那你说，这太子之位这么凶险，是不是每一个上来的人都是踩着别人的鲜血上来的呀？九公主，您千万不能这么说。未来的太子必然是德行出众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永娘，你也快回去休息吧。我想给阿爹阿娘写封信。是。
永娘其实什么都知道，就是说些好话来哄我罢了。阿土，快过来！来，你说啊，这太子现在没有了，那我是不是就不用嫁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就给阿爹写封信，让他来接我们回去。我们回西周，怎么样？好不好？对对，就这么办。四弟，三线低挂。既然你四弟举棋不定，承文，你来帮帮他。儿臣遵旨。程银，你怎么看？儿臣记拙，不敢妄言。过来吧，过来试试。父皇，盘角取四，竭尽齐王，儿臣也无力回天。今日找你们来小聚，让你们费了半天的脑子。你们几个呢，回去休息吧。儿臣告退。陛下，您该用膳了。曹姬啊，今日跟他们下棋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哎呦，老奴愚钝，对棋局不甚了解。你心里有数，说吧。允王瞻前顾后，下棋时思虑良久，但太过犹豫了。荣王激进勇猛，下棋时干净利索，但顾不到全局。翼王接着下这盘残局，进退有道，只下了几个子，便有扭转胜负之机。他却说这棋局死了。你也看出来了。其实，这是一盘七死八活的棋局。翼王本来有机会把它做活，却放弃了。很聪明，有张有弛，有进有退。将来应该堪当大任。可惜啊，就看他有没有这个本事去争了。
我想去看看他。看谁？赵家小姐。西南去，安护治，安护治所300。李治，翼王殿下，九公主。翼王殿下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刚从弘文馆出来，准备出宫，路过这里。弘文馆不是在那边吗？啊。以后，我可能不会经常来宫里了。啊，以后我们确实很难见了。哦，对了，你等一下。这个孔明锁太复杂了，我怎么都拆不开，还是还给你吧。我不喜欢这些复杂的把戏。这东宫里的把戏，就如同这孔明锁一般，看似简单，实则复杂。这前路如何，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，千万不能轻易相信别人，明白吗？那也不可以相信你吗？拜见皇后娘娘。起来吧。我正想招人去唤你，没想到你倒过来了。这是送给我的吗？嗯，原来您也有啊，真是巧了。这也是你们西周国使臣送来的贺礼，轻巧又暖和。只是这红色艳了些。你这黑色倒是纯正，正合我意。您喜欢就好。那个西周使臣的贺礼，什么贺礼啊？当然是和太子大婚的贺礼了。太子不是已经被废了吗？小风，你是我们李朝的太子妃，你要嫁的是我们李朝的太子。程烨是被废了，但是我们李朝还会有下一任太子。那下一任太子是谁啊？不管下一任太子是谁，你都是我们李朝唯一的太子妃，你只需要安心待嫁即可。我就想回家，我哪里也不想去。米罗，米罗，我跟你说，
就跟那件狐狸坎肩似的。一会儿被送过来，一会儿又被送过去，送过来，送过去。我就想回家，米罗。我其实就想回家，我就想回家，我就是想我阿爹，我想我阿娘。我叫曲小峰。你知道我根本不想嫁过去，我只想留在草原上。你之前说过，你最疼小峰了。米罗，我想回家，我想回家。小峰在不在你这儿？我这里是酒馆，进来喝酒才是我的客人，我只回答我酒客的问题。我没时间跟你说笑，小峰到底在不在你这儿？进来喝杯酒，我再回答。说吧。没来过。裴将军，裴将军，你慢点儿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我这个酒，号称半壶倒，你一口气喝了一壶，还喝得这么着急，怎么能不醉呢？我没时间跟你在这儿胡闹。哎，你放心，他会没事的。他果真来过，是不是顾剑把小峰带走了？我相信，顾剑一定会让小峰安全的。你什么都不明白。哎，我怎么就不明白了？早知道让你喝2壶了。殿下不着急，咱慢着点，这时候还早着呢。哎，殿下，你这是谁？裴将军。哎，阿昭，五皇子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有些不舒服。对了，殿下，九公主今夜又私自出宫了，永娘担心，就托我私下出来寻找。九公主要是明早还不回宫，
我怕皇后娘娘知道了又要出乱子。又溜出宫了，他胆子可真大。哎，殿下，这跟咱没关系，咱还得急着去赴赵家姑娘的约呢，来不及了。你刚才不是说时间还早吗？对啊，时间还早呢。对，找人。走吧。哎。我不想当太子妃。我想阿爹，我想阿娘。小姐，殿下怕是忘了和您的约定，这天色也晚了，要不咱们回去吧？不，再等等，他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耽搁了。表哥。表哥，谢谢你救了他，我送他回宫。啊！我不回去，我不回皇宫，我要喝酒。表哥，你与九公主是旧相识？西周便认识。像公主这样的金枝玉叶，以后这样出宫的事还是少做为好。那我先带她回宫。你要带他去哪里？离开。谁都不能带他离开。殿下已经得到殿下想要的，而他也不愿意再留在这儿。你今天带不走他。不许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。我是李成银。李成银，我要喝水。
你一个女孩子家，以后不要跑出去喝得醉成这样。我就是想家了。这里就是你的家。这里不是我的家，西周才是我的家。我在这里就是个摆设，不能磕了，不能碰了。每天穿得漂漂亮亮的，其实这个位置换了谁都一样。这里根本没有人真正的关心我，根本没有人真正的关心我。有我，我会关心你，保护你。你是李成荫，你是赵瑟瑟的。公主，公主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我昨天是怎么回来的？公主，你还说呢？昨夜你迟迟未归，婢子去求了裴将军帮忙。裴将军最后是在御膳房里找到了你。御膳房？裴将军见公主醉得不省人事，便将公主背了回来。公主，你以后可千万不能再悄悄溜出揽月阁了。哎，那除了裴将军，还有没有其他人呀？没有啊，怎么了，公主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婢子去准备早膳了，去吧。哎呀，对不起嘛，我下次不一个人出去了，我去哪儿都带上你，别生气啦，笑一个，嘿。殿下，从西境安护府带回来的东西都在这里，竟是些不实用的小玩意儿，怎么今天突然想起要这些了？啊，九公主不是西周人吗？就是想看看有什么能送给她的，好解她思乡之苦。九公主？啊，施恩告退。好。殿下，你怎么了？哦，你怎么来了？殿下可还记得昨日与瑟瑟之约？瑟瑟等了一夜，殿下都没有来，我担心殿下身体有恙，所以过来看一看。您没事吧？没事。昨日母后召我进宫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对不起啊，瑟瑟。那我就放心了。这是什么？好别致啊！啊，这是我从西境带回来的狼牙，是凶物。我可不怕什么凶物。我父亲拜了镇北侯，接管了丹吃，我也算是半个丹吃人了。这个东西正好配我，不如殿下就把它送给我吧。这狼牙有什么好的？改日
我送你上好的珠钗。就当是殿下昨晚失约的赔罪吗？好吧，你若喜欢，送你了。这算是殿下送我的第一份礼物，你亲手帮我戴上可好？好。哎，这位客官，是头一回来店里吧？来，里面请。好。呀，明月来了，来，里边坐。明月，你怎么来了？刚才不是送你回去了吗？我便知道你回来又要喝酒，就过来替你付酒钱，省得你给米罗添麻烦。就明月最疼我。好，你们聊着。要不明天再说吧。米罗这儿马上就要打烊了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不着急，既然我都过来了，我就陪你喝一杯。明月。燕儿，爹，爹，真的是您吗？小凤，你这坛酒可真香啊！你是不是又偷偷的溜出宫了？嘘，这个是我从朋友那里拿的新酿，一会儿啊，我就给它埋到这附近梅林的树下，等明年开春的时候再拿出来喝，可香了。哎，洛西，你这是什么呀？别动，你可别跟他抢，他宝贝着他那匣子的玩意儿呢。那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我看看。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今天初七啊。没错，初七啊是人日，每一年的今天都会设宴犒赏群臣，除了赋诗助兴之外，还得剪彩。剪彩是什么呀？哎呀，轻点儿，不会给你弄坏的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是什么花？这是芙蓉花。芙蓉花，谁做的？自然是我们心灵手巧的洛西妹妹。每一年剪彩呀，我们的洛西妹妹都会拿到头彩，今年呀，自然也不例外。哇，太奶奶最喜欢这个了。我做这个不过是为了给她老人家凑凑趣罢了。哟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练的这好手艺，竟然是为了在太奶奶面前出风头呀？你，我还以为你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。小凤啊，你快替我收拾收拾他。你别跑，往哪儿跑呢？你！哎呀，快收拾他！来，有宁别跑，别跑，洛西快点，快过来！站住！慢点，慢点！有宁你别跑啊！三位公主，裴将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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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没事吧？末将无碍。对了，裴将军，上次我在御膳房喝醉了酒，还是你给我找回来的，都没来得及谢谢你呢。好，既然洛西公主在，就让洛西公主替我谢谢你吧。哎，来，公主，不要开末将玩笑。哎呀，你得收好了，这可是洛西公主的手帕。
就当我们给你赔不是了。多谢公主。开心了吧？开心了吧？讨厌，讨厌！站住！殿下，殿下为何在这儿站着？手帕拿来。啊？拿来。洛溪。我刚才想用一下帕子，现在不用了。嗯，给。殿下，您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站住！抱着什么呀？翼王殿下，我是想把这酒埋到梅花树下。哼，九公主，你最早在御膳房的事儿才过去多久啊？酒瘾又犯了？啊，你也知道这事啊？哼，半个皇宫都知道了。你就不觉得狼狈吗？那你见到我喝醉的样子了吗？我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我狼狈的？哼，我要是你啊，我都无地自容了。奇怪，你真的不在吗？我明明晚上看到你了呀。难道你晚上梦到我了？还好只是个梦。但是我怎么会梦见他呢？赵姑娘，赵姑娘，你这个脖子上戴的是什么呀？能不能给我看看？这是小女的珍藏之物，不便示人。啊，你看我也不抢你的，我就看一眼。啊，这个真不太方便。我就看一眼。九公主，瑟瑟先告退了。哎。阿杜，阿杜，快点，坐。
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在赵姑娘身上看见一枚狼牙，我怎么觉得是我的？怎么会在她身上？难不成是我之前认识她？不会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狼牙有可能不是我的？当时离得远，我也不敢肯定。还是应该找机会问问清楚。爹，爹，那天我看到你与顾哥哥一起饮酒，你们是什么时候碰到一起的？是最近吗？顾哥哥竟然没跟我说起过。20年前。20年前？啊。20年前，那天我被困在了军营里，得知高家已经派人去顾家抓人了。我的属下貌似把我救了出来，可是等我赶到了顾家的时候，才发现顾家活着的只剩顾剑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您逃出来之后，没有先回家找我和我娘？您难道就没有想过？那个时候我们家也……想到了，你想到了是吗？你想到了，却没有来救我们。那天，我们全家上下几十口被活埋。母亲在黄土里护着我，她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，还在对我说：“嫣儿别怕，嫣儿别怕，你爹会来救你的。”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啊？顾家对您重要，我和娘就对您不重要吗？我们可是你的亲人啊！对不起，爹有苦衷。苦衷？为了你所谓的苦衷，就能抛妻弃子吗？
嫣儿，嫣儿。柴先生，我的父亲陈征，在20年前就已经死了。我一个人活了这么久，将来我也能一个人活下去。我不需要家，就像您，也不需要家。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这荣王最近是大有长进。本宫听说他还与圣上一起讨论外戚干政之事，看来确实学到了不少。臣闻只是有些拙见而已，在圣上面前是班门弄斧。说起这外戚干政之事，本宫倒是惭愧。本宫的舅舅是当朝的相国，免不了时时会帮衬着本宫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外戚干政啊？皇后娘娘何出此言呢？你父亲本是御县的知府，这几年破格提拔，到了上京当了吏部侍郎，又在御县附近买官卖官，敛财不少。没过多少日子，就在上京购置了豪宅。你的表兄是在上京开酒楼的，拒不交房租，还强拆周围的店铺，对百姓也是强买强卖，官员都不敢动他，只因为他是皇亲。荣王最受圣上青睐的，就是不扶植外戚这一条。你说圣上要是看见这个册子，他会……这妾母家做出的事情，荣王一概不知啊。你说皇上要是知道了此事，轻则责罚你与荣王，重则将你贬为庶人，将荣王逐出上京。他连先太子都能毫不犹豫地刺死。你说他这次眼睛里会不会揉沙子呀？皇后娘娘，妾知错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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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皇后娘娘，妾知错了，妾知错了。妹妹，请皇后娘娘指条明路。母亲，母亲，母亲，文儿，皇后欺人太甚，我不相信她的母族在宫外就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之事，而这就去查她。不能去，她想除掉我们，就如同除掉只蚂蚁一般简单。如今儿是长子，若论太子之位，儿比李承英更有资格。这口气母亲能忍，儿绝不能忍。不许去！母亲，这是东宫之主太子之位，这是天下。那些权利都是虚的，好好活着才是最重要的。对，趁现在时局特殊，皇后一定不想闹出什么事端来，她
一定不会置我们于死地，我们还有转圜的余地。你去跟圣上要一块封地，我们母子俩平平安安的离开上京，好不好？文儿，你答应母亲，你答应母亲啊！蜀地确实是个好地方，一直以来也没人管理，你去倒是合适。朕准了。儿，谢父皇。走了。哎，这个好看。小姐，我们去别处看看吧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吧。看看，走没走？老板，不要了，还给你，谢谢啊。快！到前面去看看。这个怎么卖啊？不好意思，不要了。快！真好看。看看怎么吗？走了。走。这个样子好看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让一下！翼王殿下，九公主，莫不是太想见我，才跟着瑟瑟一路到了这里？谁说的？我怎么知道他跑出来是跟你私会的？我就是不小心逛街逛到了这里。哦，赵姑娘也在，这么巧。走。哦，哎呀，公主，赵姑娘，翼王，瑟瑟。我今天出来呢，其实是想出来逛逛衣铺。我平日里啊，看赵姑娘的衣服甚是好看，所以想邀你一起。不知道翼王殿下可否借一下你的赵姑娘给我？我可做不了瑟瑟的主，愿不愿意啊？还得问她。我自然愿意为公主效劳。太好了，那也罢，你们姑娘家的乐趣，我就不奉陪了。那我们走吧。好。瑟瑟姑娘，来。我刚才看吧，这身衣服特别衬你的肤色，叫什么来着？云飞妆花缎织彩百花飞蝶锦衣裙。对，百花飞蝶锦衣裙特别适合你，看看喜不喜欢？好。瑟瑟，你穿这身粉色特别好看，比你之前穿大红色的衣裳更衬你的肤色。殿下不喜欢大红色？我看到这大红色，心里就又闷又紧。我府里也没有这大红色的物件，可能是我在西境看过太多鲜血的缘故。我不喜欢红色。红色多好看啊！我觉得这个红色刚好配你的姿容艳丽。一会儿我陪你到里间试穿一下，你就知道了。试穿啊？好。好，那就麻烦小维了。好啦，来吧，来。哎，九公主，你这是要做什么呀？我帮你脱衣服啊。
公主金枝玉叶，瑟瑟怎么好麻烦公主呢？锦儿，快进来帮我换一下衣服。锦儿不用，我不麻烦。不用，公主，我不麻烦，真的不用，公主，我真的不麻烦。不用，赵姑娘，我不麻烦的。小姐，赵姑娘，我来就行了。赵姑娘，我真赵姑娘，九公主，你要做什么呀？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想看看你身上那枚狼牙。什么狼牙？就你之前戴过的那个。九公主为何如此看重这枚狼牙？那是我阿翁家乡的图腾，我看着很亲切。你能不能再给我看一看？可是瑟瑟有太多的挂坠饰品，不记得曾经戴过狼牙了。你怎么会不记得？瑟瑟今日还有些事情，就不陪九公主了。锦儿。赵姑娘，你和阿翁都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。我以后会比你阿翁对你还好的。那你可不许负我啊！怎么会呢？我如果负了你，你怎么罚我都行。你如果负我，我就去喝忘川水，生生世世的把你忘了。我要忘了谁？你是谁？你要忘了谁呀？你吓死我了！早知道你在梦里就这么会讲情话，我便不费这个心思给你张罗了。你来干什么呀？今天是15，永宁啊，昨天向太奶奶讨了旨，让咱们出去看花灯呢。花灯？而且我会让翼王殿下和裴照、裴大将军陪我们去。哎，好啊好啊，我还没见过李朝的花灯呢。走啊，走。快，罗西。殿下。五哥。裴照见过3位公主。裴将军，我们走吧。哎，小风，你觉得我五哥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我是说，你对他有什么看法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你是马上就要嫁给我五哥的人了，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啊？怎么会是他呀？如今的太子之位就在4哥跟5哥之间，我那个4哥生来内向胆小，所以呢，现在宫里全部一边倒，全赌5哥会做太子。小风，再过10来日你就要当亲娘子了。永宁姐姐这么做啊，其实是想让你跟5哥多培养感情。今日上元节，你就打算一直在这里待着？当真不打算和我一同上街逛逛？
你是以什么身份来的？他的义子，明玉坊的客人，还是你的朋友？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，咱们还是朋友吧。我不愿意看到你郁郁寡欢的样子。明月，咱们今日不谈烦心事。我来上京这么久了，也没有见过热闹的街市，你就当陪陪我，如何？洛西，你不是想去唯品阁吗？我们现在就去。小风，你就不用跟我们一块儿去了，让五哥好好的陪陪你。裴将军，你送我们过去吧。走，洛西，走吧。五哥，你可要好好照顾小风。永宁，洛西，我们走了。那我们也走吧。嗯。那天你跟瑟瑟逛衣铺，就是买这身衣裳。嗯，你觉得好看吗？以前我不是很喜欢大红色，但你穿特别好看。想吃糖人吗？嗯。可是我没带钱。糟了，我也没带钱。平时钱袋都是石恩帮我管着，今天忘了。没事，走吧。真厉害！我有主意了，走。永宁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太着急了呀？这太子之位都还没有定下来呢。没事，我觉得五哥和小风挺配的，而且刚才小风的脸都红了呢，红的就跟小薇的这盒胭脂似的。那二位口中的那位姑娘必定容貌不凡了。我唯品阁的胭脂，那可是西周胭脂山独有的红兰花花瓣研磨捣碎制成。用上后，妩而不媚，艳而不妖。西周不是小风的家乡吗？洛西，小风来上京这么长时间了，肯定也想家了，我们就当礼物送给他。小薇，给我包起来。好的。也不知道他和五哥相处的怎么样了。哎呀，不管了。这盒胭脂可不能是咱们今天逛唯品阁的唯一收获。来，你看。来瞧一瞧，看一看啊！各位上京城的父老乡亲们，全上京城最好看的舞剑表演，马上就要开始啦！有钱的捧个钱场，没钱的也捧个人场。我们这厢有礼了。有礼了。
姐，你看，你看。谢谢老板。快数数，这回够了吧？够了，够了，好多铜钱啊！那我去买糖人。好，走。等一下，剑舞的不错呀。谢谢。走。夜会呀，夜色凉，西窗牵牵事，生死总是驱散了冷暖，是眼眶，只怕你会。老板，来2个糖人。得付钱。哦。那我去那边等你。嗯。殿下。瑟瑟。我就猜到你在灯市里，果然遇见你了。啊，真巧，你也在。失礼了。殿下在找什么？啊，九公主刚才跟我一起在那儿，一转身就不见了。那瑟瑟陪殿下一起找吧。也好，走吧。这个好看吗，顾哥哥？小风，明月姐姐，你也在这里？小风，顾剑，你怎么一个人？
小风，我有朋友来找我了，那你们好好玩啊。走了。殿下莫急，方才应该只是人太多，公主才会与你走散。等一会儿晚些，人稍微少点，自然就会找到公主了。可，殿下，瑟瑟知道，殿下如今对太子之位是志在必得，而九公主以后，也必定会是太子妃。瑟瑟欣喜殿下能够得到心中所求。也知道，在那个位置上无法随心所欲。瑟瑟不会向殿下求什么名分，只希望殿下能将瑟瑟一直放在心中。瑟瑟，五哥，五哥。永宁，裴将军，多谢您出来陪我们逛街。属下职责所在。裴将军，那您不当值的时候都做什么呀？在家看兵书。看兵书？都看什么兵书啊？什么都有。裴将军，那您下次把您的兵书借我看看可好？好。哎，那个花都好漂亮，裴将军，我们去买吧。好，我买给你。嗯，好。小凤，你也别太犯愁了。那个赵瑟瑟半温柔半善良，办不了一辈子。五哥迟早会发现你的好。你说什么呢？没有那回事。反正不管赵瑟瑟如今有多讨五哥欢心，太子妃只会是你。况且10日之后便是国婚，你便高高兴兴的等着做新娘吧。只怕是你会错意了。你那位五哥，心里想娶的人并不是我，我也不想勉强一个心里有别人的人。哎呀，我的太子妃，准嫂嫂，你怎么就不往好处想呢？嫁给我五哥，总好过嫁给那个一开口就脸红的四哥。我听说鸿胪寺客舍里面住满了各国使臣，都是来贺你大婚的。他赵瑟瑟几辈子能有这福分？你刚刚说各国使臣？嗯，这在哪儿？鸿胪寺客舍啊。那我岂不是可以看到西周使臣了？今天正好出宫，我去看看。哎，小凤，你可不能去，今天人那么多，你一个人去多不安全啊。再说了，这鸿胪寺客舍里边都是男人，你去了多不方便呀。哦，那我改天再去。你说我都写了这么多封信回西周了，一封回信都没有。这马上就要大婚了，你说阿爹到底来不来接我啊？还是他不答应？那不答应也得有个回信吧？好了好了，我看你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
谁？你把明月送回去了？你今天看上去有点不开心。我没有啊。我只是把明月当妹妹看，你别误会。我没误会。我不开心不是因为你们，况且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。如果你们要是在一起的话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要是换成以前，你肯定会闹。在西周的时候，有一回你上街，正好撞见我和迪莫在一家簪子店。当时你气得掉头就跑，还说一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了。后来整整3天，你都没跟我说过一句话。其实那一次，是我让迪莫陪我去给你挑礼物的。后来我把礼物交给你之后，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把你给哄开心。所以今天在街上，我遇见你之后，我就很担心你会生气。我不记得了。你刚刚说的这些事我都不记得，我也不记得你。现在就剩一个老四了。殿下，如今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，我们不妨以不变应万变，因为在这个时候越是焦虑，就越是容易露出马脚。不妨让四皇子先出招。父皇，儿臣自幼体弱多病，孤雁自负江南休养，愿父皇成全。江南确实是个好地方，你性格温和，又爱文墨，那个地方是很适合你。朕准了。谢父皇。程银，你尝尝茶里面加了什么草药？
扶桑花。对，此乃大寒大凉之药，用来去火。朕很多时候火气旺，都会用此花来入药。父皇，儿臣倒认为，凡火盛者，不可骤用良药，必用温散。那朕问你，若国有奸佞之臣，使国体积热瘀滞，那难道也不该用良药，立即降之，除之？父皇，若真有佞臣，以致国体瘀滞，可见已伤其元气，就该用中药之道，循序渐进，不可一下激怒对方，以免用量过猛，伤至筋骨。好。跪！圣上有旨，五皇子听封。门下舜去四凶而宫革天地，无有七德而勘定离人，故之有大勋者受神明之福，仗高义者为乾坤之主。今封因五皇子承寅，统正龙楼之容，招宣甲官之诏，一应耄典，允属元良，册为皇太子。定令所司，择日备礼册命，诸者施行。拜。受册。受宝。拜，再谢圣恩。起。喝。圣上万岁万万岁！太子千岁千岁！天通24年春末，则皇帝封李承寅为太子，加太子冠冕，授太子印鉴，入主东宫。令李世清为太子少师，赵敬宇为太子少保，房世清为太子少傅，义王府都尉为太子詹事府詹事，总管太子府务。裴昭为太子帅，总领太子府护卫，并任命太子司职。太子左右春芳司职数人，
太子司一郎给事中数人，太子内方长侍数人。顾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今天你有一件大事发生，来看看你。我？什么事啊？你要嫁人了。你愿意嫁给他吗？你若不想，我便送你回西周，今晚就走。夜未央，月色凉，映西窗前尘世，生思量。梦悠长，却总是沮丧。
伤在心里结成霜，忘不掉是你的模样。回首初见，那从前相望的瞬间，抓不住伸出的指尖。顾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知道今天你有一件大事发生，来看看你。我？什么事啊？你要嫁人了。你愿意嫁给他吗？你若不想，我便送你回西周，今晚就走。你若想留，我便陪你留。你本想带他去哪儿？带他去没有伤害的地方。这皇宫太危险，李承吟也太危险。可你，也是他忘了的人。你说的对，我也是他不该靠近的人。本以为可以保护他，可万一因为我，他想起了一切，我便又成了罪人。只要他能忘记之前的事情，只要他能开开心心的重新生活，在哪里都好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
用过膳了？还没恭喜你呢，当上太子了。谢谢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不喜欢这些东西。那天你喝醉了，你说你想回西周，说这里没有真正关心你的人。你讨厌这里所有复杂的事情，应付不来。所以那天不是裴将军送我回来的，是你。今后，所有复杂的事情，都由我来处理。你是在留我吗？是。请出示符节。符节？我是西周九公主，要见我们西周的使臣。没有符节，任何人不得进入鸿胪寺。哎，你直接去找你们鸿胪寺卿来见我，他肯定认识我。我们大人并不在寺中。让他进去，她就是西周九公主。裴将军，九公主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末将今日正好负责巡防鸿胪寺一带。九公主若想见西周使臣，和末将吩咐一声便是。九公主请。微臣拉赫蒙拜见九公主。快起来！你们是阿爹派来的使臣，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们呀？以前不是齐力肯吗？齐力肯因患旧疾，已告老还乡。微臣奉大王之令，在此等候观礼，恭祝九公主大婚。阿爹阿娘一切都还好吧？大王大妃一切安好，请公主放心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这么长时间没回去，怪想家的。家里的葡萄酒给我带来了吗？微臣带了最好的美酒进献。还是你们懂我。哎，怎么没有见单吃的使臣来啊？阿翁的人呢？阿翁没有派贺师来吗？微臣并未瞧见，许是比臣先到了，又或许是路途遥远，尚未抵京。这个臣也不太清楚。你怎么会不清楚呢？之前不都是你们结伴而行的吗？拉赫蒙，怎么吞吞吐吐的？阿翁还好吧？丹赤的一切都还好吧？公主，这个您就别问微臣了。九公主，微臣也不知道。微臣告退。舅舅可算是来了。以前是怕陛下疑心，都不敢多邀舅舅来宫里喝茶。现如今倒是好了，可以光明正大的邀舅舅一起来同享入主东宫之喜。殿下册封为太子，比以前沉稳了许多，对吧？母后，舅公，儿臣受了东宫印，当上了太子，这一路颇为不易，所以今日特意求舅公一同来见母后，就是为了要感谢舅公和母后这么多年来的扶持和帮助。我的傻儿子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，我不疼你疼谁呀？母后，
儿臣还有一事，今日也想请舅公帮我做个见证，向母后讨个封赏。你不会又想提那个赵瑟瑟吧？请母后答应我娶瑟瑟。我真是不知道那个赵瑟瑟给你吃了什么迷魂药。母后，当日我不过是个落魄的皇子，只有瑟瑟是真心真意的待我。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和那西周九公主的婚事才是正事，是国事，是不得不为，不是什么儿女情长简单的事。你要是执意如此，你父皇也必不会允许。儿臣恳请母后念在我们母子一场的份上，代儿臣向父皇求情。起来，母后，儿臣就这么一个心愿，你也不答应吗？起来！老臣倒是有个主意，不知太子殿下肯听否？舅公，请讲。此事若是闹到圣上那里，惹怒了圣上，圣上一怒之下，随便指个人就把那赵家小姐给嫁了，你太子殿下又当如何？这我却没想过。所以老臣要劝你，此事要暂时退让。如何退让？两个都去。啊？这西周九公主为正妃，赵小姐为侧妃。不，这岂不委屈了瑟瑟？她若不甘愿做这个侧室，我倒乐意挑个纨绔世家子给她，让她妥妥的做个正室。母后不可。母后，您是答应把瑟瑟赐给我做侧妃了？等你们成了亲，你要独宠那个赵家小姐赵瑟瑟，谁又能管得了你？你呀！多谢母后，多谢舅公。将军，拉赫蒙，你很聪明，知道管住自己的嘴。但你要记住，如今在上京，往后在西周，有些话不该说的都不要说。这对你、对九公主、对西周便只有好处。是，谢将军提醒。再过半个多时辰，可就要关闭坊门了。这些东西可都是侯爷从丹吃运回来的。今日若是送不到侯府，侯爷怪罪下来，你们吃罪不起。快点儿，快，快一点儿！来，好嘞，小心啊！看看，拿好。车上的物件是由镇北侯托驿站运回的，请府上赵将军查收。来人，把货物卸进去。是。大人，一路上辛苦了，一会儿请在府上小饮几杯。我要见你们侯爷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家侯爷岂是你想见就见的？你就进去通报，说我是西周九公主。这位姑娘，还有啊，我们侯爷镇守丹吃，如今并不在上京。镇守丹吃？怎么可能？我阿翁向来把跟李朝的界限划分得清清楚楚，怎么可能派李朝的大军去镇守丹吃呢？九公主，小姐，赵姑娘，快点儿，来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这里是我家呀。
我自然在这里。往这边。镇北侯府是你家？是啊。那镇北侯是？镇北侯正是家父。那你父亲为什么会去镇守丹吃啊？丹吃被灭，我父亲受封镇北侯，奉皇命前去管理丹吃。镇北侯就相当于以前的丹吃王，自然要亲自领军管理自家的土地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丹吃被灭？九公主不知道此事吗？半年前，太子殿下就和李承业攻打丹吃，现在丹吃已经归李朝所有了。那丹吃王呢？丹吃王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兴许是战死了吧。九公主。小姐，我听宫里的人说过，太子灭丹吃的事情，不让任何人和九公主提起。怎么可能呢？她是西周公主，又是来和亲的，怎么会不知道此事呢？这婢子就不知道了。听说这九公主和丹吃是沾着亲的。听说他们西晋通婚，确实是不怎么讲礼数。哼，管他呢，反正现在我们又不是宫里的人，不必守那些规矩。再说，我说的又不是假话。小姐说的是。你干什么？这是真的吗？什么是真的吗？疯了你！丹吃被李朝灭族，这是真的吗？我问你是不是？是。是你带军队去的。我阿翁死了，是你杀的。我杀了你！小凤，丹吃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我阿翁跟你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没有什么深仇大恨。铁大王是你的阿翁，也是我李朝的宿敌丹吃王。两国之间交战，不是你想的恩怨情仇那么简单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就是想踩着丹吃人的白骨，登上你的东宫之位，就想借此除掉李承业，当上你梦寐以求的太子。你卑鄙无耻，李承业！你说什么呢？随便你怎么想，我只是在战场上奉命做我该做的事。我现在就回西周，找我阿爹退婚。我不要嫁给我的仇人。小凤，小凤，你父王如果答应你退婚，又何必千里迢迢把你送来这和亲呢？你想过没有？你以为你父王跟你一样，到现在才知道丹吃被灭一事吗？啊？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要嫁给你，我不要嫁给你！你听着，西周跟李朝联姻，就是为了能求得李朝的庇护。以西周如今的国力，能够在边境制衡他国，能够有如此的太平稳定，都是因为有李朝这层关系。你以为这一纸婚约上写的是你和我两个人的名字吗？你错了，
那上面写的是西周和李朝，你想清楚，想清楚。你知不知道丹赤被灭族的事情？你知道？你知道啊？你和阿爹都知道，然后把我送到李朝来，让我嫁给杀了我阿翁的仇人啊！啊！怪不得阿爹一封信都不回我。从他把我送来和亲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不再是他的女儿，我就是李朝的一个贡品。不是吗？那你呢？你把我骗得好惨呀！阿杜，我那么相信你，我那么相信你，你为什么要瞒我这么久？你要等我嫁给他，让我后悔一辈子吗？啊！你走吧，我不想看见你。你走吧，阿杜。你走呀！你在这里干什么呀？对不起，阿杜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，阿杜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明知道你心里苦，你一定和我一样，是被蒙在鼓里的，我怎么能不相信你呢？对不起，阿杜，我让你陪着我来这边，回不了家，然后你还不可以说出来。其实你心里比我苦，其实你心里比我苦，我怎么能没有良心的责备你？对不起，阿杜，不是我不好，是我不好。我就是不想嫁给李成业，我就是不想嫁给他。阿昭，我问你，瑟瑟是何时见到九公主，告诉她丹赤一事的？末将失职。那日九公主突然去了鸿胪寺，末将大意，没有及时护送九公主回宫。按现在情况看，九公主应该是在哪里听到了丹赤王的消息，便寻了去，才碰到了赵家小姐。也是，之前并没有人告诉瑟瑟，不能告诉九公主丹赤一事。只不过，过几日我就要与小凤大婚了，现在她知道此事，我以后怎么面对她？小凤已经知道了。九公主绝对不能嫁给杀了丹赤王的仇人。她那么相信我，我却一直瞒着她，亲手把她推入火坑，害她一辈子。
事已至此，我还能选择什么？核心关系到整个西周，不是那种说算就能算了的小事。我知道你肯定会站在王上这一边，但你跟王上未必就想让九公主面对自己的仇人，过着痛不欲生的日子。之前你也帮过九公主逃过婚，可是如果她没有被捉回来，就一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痛苦。顾剑，我能确定，你跟我一样，心里最在意的是她的幸福。所以这次我来，是想求你。求我什么？帮小风再逃一次婚？是。这件事情没这么容易。逃婚会造成什么样的轩然大波？给西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？你想过没有？不管能不能逃回西周，这婚一定要逃。以公主的性格，在新婚之夜，她绝对不可能跟自己的仇人同床共枕。难道你就愿意看着她去送死吗？顾剑，我最后再问你一句：你私心里真的愿意她嫁给那个人吗？这是什么？你去找顾剑帮忙了。大婚在即，万一出了差池，损了皇家颜面，婢子就真的罪该万死了。婢子不敢禀告皇上，怕太子殿下生出是非，若降罪于九公主就不好了。九公主平时最听您的话了，故婢子特来禀明太皇太后。永娘啊，你这件事情做得很好，要好好的侍候她，做到对她寸步不离。婢子谨遵太皇太后旨意，婢子告退。小风，太皇太后恕罪。你在做什么？
奶奶，求您放了小凤吧。太奶奶，我不能嫁给李成隐。为什么？我不能嫁给他。为什么？我恨他，我恨他。因为他灭了丹赤。你恨他杀了你阿翁。来，小凤，来，随我来。嗯，来，嗯。你看看，小凤啊，你知道这些牌位都是些什么人呢？嗯？是李朝的英雄。对。你还记得明远公主吗？明远娘娘。她待你很好啊。她待我就像亲女儿一样。你再看看这位久经沙场的将军，李仁穆的神位。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就是明远公主的太爷爷。杀死他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你的太爷爷。明远公主是哀家最疼爱的孙女。当年她跟你现在是一般大呀，不成想她被她的父皇陛下远嫁到西周和亲了。这些征战之中的鲜血和伤痕，全留在了这些牌位上，却不能留在他的心中。那明远娘娘就从来没有恨过吗？当然恨过，可是她不能恨。他需要放下，只有放下，他才能够换取更重要的东西。你知道是为了什么吗？为了大义。
可你呢？你只顾你自己，你却忘记了自己的使命。你辜负了你父王的期望，更是枉费了明远公主对西周那种赤诚的善意和奉献。你们看看，这些一排排的白烛，永远在这里燃着，就是为了祭奠这些英烈们，像长明灯一样，永远这样燃烧下去。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吗？是安定。你明白了？明白了。我可怜的孩子，不要再恨太子了。要恨，就恨历朝皇帝吧。是他派太子出兵丹赤，西周丹赤要斥责，那就冲着我这个老太婆来吧。太奶奶，因为哀家是皇上的奶奶，是太子的太奶奶，历朝的太皇太后。太奶奶，小凤想家了，小凤想家了。我可怜的孩子，这里就是你的家呀。这儿就是你的家。天通24年立春日，李朝太子李承寅与西周公主屈晓峰大婚，屈晓峰赐封太子正妃。同日，镇北侯赵敬宇之女赵瑟瑟赐封梁帝。
合卺而饮。令月吉日，新人行礼，一拜天地共欢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二拜高堂。三拜内外亲政。四拜伉俪同心。交拜礼成，众臣拜贺。倾城入奏，全宫齐声。皇太子加聘礼成，克宠景福，臣西清浊等不胜庆变，谨上千秋万岁寿，唯赞礼朝。万岁千秋，昌盛亨久。万岁千秋，昌盛亨久。万岁千秋，昌盛亨久。落轿。梁帝，青鸾殿到了。
小姐，这青鸾殿布置的也算喜庆。这全是沾了太子妃的光。可是太子殿下原本是要先迎娶小姐进东宫的，却被皇后娘娘驳了回去，非要小姐今日嫁入东宫。岂不知，今日是太子殿下与那西周公主大婚，他们都去贺太子殿下了，谁还记得咱们呀？皇后娘娘的意思是叫我谨记自己的身份，可这也太欺负人了。只要太子殿下心里只有我一人，做不做太子妃不重要。太子殿下，婢子告退。殿下，裴昭，去给我拿几壶酒来。殿下，今天是新婚之夜，还是不要醉的为好。如果不能大醉一场，我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这漫漫长夜。慢点儿！哎呦，各位慢点儿！明日啊，还会再倒一批新酒，欢迎各位来尝。小心！又喝那么多，这不是酒，水。反正我今天是怎么都喝不醉，就别浪费酒了。米罗，你有没有过心爱之人？
我米罗爱酒爱跳舞，爱人嘛，太累，太遭罪。你说的对，爱太累。曾经我以为，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要找到他，让他幸福。可后来发现，就算人生重来一次，结果还是一样的。他陪在他的身边，迟早会想起那些事。我不愿意看到他难过，我也不愿意再让悲剧重演。可就算我把他带走，也不可能给他幸福。直到现在，我才明白一个道理：有些事，人生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选错了，就没有办法再回头。有些人，错过了一时，便会生生世世都错过。人呐，只要活得够久，便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殿下，下去吧。殿下，瑟瑟，慢点。瑟瑟，瑟瑟，瑟瑟，瑟瑟见过太子殿下。瑟瑟，殿下，锦儿，快哦，扶太子殿下进去。小姐，新婚之夜，殿下怎么会醉成这个样子啊？只要太子殿下来的是青鸾殿，别的一切我便都不计较。
没错，今日是太子与太子妃大婚，殿下却来了咱们青鸾殿，可见啊，在殿下心中也没把太子妃放在心上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瞧着月亮。原来它不是在瞧月亮，是在等繁阳归来的姑娘。一只狐狸呀，它坐在沙丘上，坐在沙丘上，晒着太阳。狐狸呀，狐狸呀，等不到放羊归来的姑娘。狐狸呀，狐狸呀。太子妃，太子妃回来了！太子妃，太子妃，你可算回来了！太子妃，太子妃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就穿这身衣服呀？快扶太子妃进去！有没有受伤？屋里面暖和。快，婢子们都为你着急呢。快点，您可是回来了，快进屋吧。来，进屋吧。太子妃，这么早就醒了？脸色怎么那么差呀？是一夜没睡吗？永娘，吩咐人把这喜庆都摘了吧。我见不得这满眼的红，它只让我想起单吃的血。这不是我的喜事。是，婢子知道了。太子妃，婢子伺候你更衣吧。按律例，今天必须要给皇后娘娘去请安。
小姐，太子殿下何时走的？回小姐的话，太子殿下寅时走的。这个时辰，太子殿下应该是和太子妃一同去请安了。大婚毕，停红烛，堂前来新妇，行拜见礼。郎献早府，妇献断修。早自谨敬，断断自修。无需劳尔，谢酒一杯。谢酒饮毕，福坐长。敬茶一杯，姑婆尝。太子妃，太子妃，这是怎么了？回禀皇后娘娘，太子妃额头烫得很，可能是着凉起了高烧了。昨日里太子妃还好好的，怎么今日就变成这个样子了？是婢子照顾不周，皇后娘娘恕罪。还不快传太医！皇后娘娘，太子妃这是寒气侵体，再加上长时间受了冻，又郁结在心，所以这病来得猛了些，需要好好将养些时日。长时间受了冻，昨日不是与太子在一起吗？太子，你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昨晚我去了青鸾殿。他如何受冻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你昨日与太子妃大婚，你竟然整夜留在青鸾殿，成何体统？我爱去哪便去哪，反正不去他那儿。胡闹！伟琛在。传本宫懿旨，赵良帝魅惑主上，不知尊卑，罚在青鸾殿禁足半月，不许任何人探视，包括太子。母后，此事与瑟瑟无关啊！你是觉得我罚错了？你不遵礼制，胡闹也就罢了，可是赵瑟瑟身为良帝，岂能不懂宫中规矩？不劝阻你，还任由你歇在他处，这就是迷惑主上。你要是觉得我罚错了，那便可以请出宗正寺来主理辩一辩。只怕到时候就不止这半个月的禁足了。母后息怒，我知错便是。参见太子殿下。阿杜，不必了。
还没醒啊？回禀太子殿下，太子妃从清宁宫回来后，便一直没有睁开眼。殿下，我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些吃的。阿杜，你随我来。走啊！怎么这么烫？别过来！出去！怎么了？我就知道你是装病。瑟瑟被禁足半个月，现在你满意了？太子妃肯定是烧糊涂了，您千万别跟她置气。传我的话给上药局，不许给太子妃看病。如果让我知道谁带太医给她看病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可是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皇后娘娘口谕：赵良帝魅惑主上，不知尊卑，在青鸾殿禁足半月，任何人不得探视。臣妾领旨。明明是太子殿下自己来了青鸾殿，为什么非要我们小姐受过？锦儿，这样的话需要再说。皇后娘娘向来看我不顺眼，总要找机会来踩压我。岂知她越是踩压我，太子殿下便越会心疼我。在这东宫之中，只要有太子殿下关心我，便也足矣。